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将于当地时间10号晚举行。考虑到两人最新民调依旧差距不大、选情焦灼的背景之下，哈里斯与特朗普的首次面对面交锋备受外界关注。双方为辩论做出了哪些准备？此轮辩论又将给大选结果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第2次电视辩论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10号21点在费城举行，持续90分钟。这也是哈里斯接棒拜登参选后与特朗普首次同台正面交锋。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的投票日前，两人之间暂未安排其他辩论，所以10号的辩论可能是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唯一一次同框交锋。当地时间8号，哈里斯被拍到与丈夫手牵手散步。当记者提问其是否做好辩论准备时，哈里斯显得自信满满。 Are you ready, Madam Vice President? Ready. 由于拜登在6月底与特朗普举行的首次辩论时发挥失常，表现堪称灾难现场，令选民大失所望，支持率骤降，进而被迫退选。所以民主党对此次哈里斯亮相辩论场格外重视。据报道，哈里斯已于5号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间酒店进行针对性特训，并且邀请了高级政策顾问科索格卢以及美剧《纸牌屋》顾问邓恩协助备战。邓恩于2012年、2016年分别主导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的总统大选辩论准备工作。据悉，哈里斯和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特朗普以往参加过的大选电视辩论，包括2016年与希拉里、2020年和今年6月与拜登的辩论。哈里斯还与民主党顾问、之前做过希拉里幕僚的莱恩斯进行模拟辩论，由后者扮演特朗普的角色，模拟其风格，对哈里斯展开进攻。 外界注意到，哈里斯和拜登应战特朗普的策略相仿。比起主动输出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练习中均注重防守，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拜登在6月份的辩论前就邀请其私人律师鲍勃·鲍尔在模拟辩论中扮演特朗普的角色。鲍尔在一档节目中还惟妙惟肖地对特朗普的咆哮进行还原。但从辩论结果来看，年事已高的拜登面对胡言乱语的特朗普，明显招架不住，没能达到彩排时的效果。 本月6号，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胡安·梅尔尚同意将特朗普封口费刑事案判决日期推迟至大选后的11月26号。而哈里斯曾任旧金山市检察长，在质询案件嫌疑人时经验丰富，口齿伶俐。此前就因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特朗普官员的尖锐质询而获得瞩目。外界因此也期待哈里斯辩论当天能就相关议题火力全开。但哈里斯也被指在脱稿演讲时容易放飞自我。哈里斯与其副手沃尔兹的 最新专访就被共和党人指责是预录制的，以躲避直接提问时不知该如何发挥。本月4号，佐治亚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导致2名教师和2名学生死亡。哈里斯随后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场竞选集会上就枪支暴力发表了演讲。It's senseless. It is. We've got to stop it. And we have to end this epidemic of gun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once and for all. You know,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然而，他的这番脱稿演讲招致了不少批评和质疑。美国舆论指责拜登、哈里斯政府在控枪问题上毫无作为。针对哈里斯团队有针对性的特训，特朗普的团队则表示不会找替身模拟对手以进行特训，只会与政治顾问讨论此次辩论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并且继续将精力投入为选举造势的机会。特朗普7号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演说中再次语出惊人，声称如果没有赢得总统选举，在哈里斯的领导下，以色列必将灭亡。而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也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大选。And if I don't win this election, Israel, with Comrade Kamala Harris at the helm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doomed. Israel is doomed. That's a tough statement. Israel will be gone. 1 year, 2 years, Israel will no longer exist like we've never had. We may have no country left. It may be our last election.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People have said that. This may be our last election.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This could be our last election. It'll all be over. 在当天的演说中，特朗普还表示，无论他与哈里斯的辩论表现如何，媒体都会说他输了。特朗普坚称，在辩论结束后，自己会受到媒体的不公平对待。他还将矛头对准主办辩论的美国广播公司，称其是业内最恶毒、最不公平的新闻台。
此前，特朗普曾提议改制福克斯新闻举办此次辩论，遭到哈里斯团队的拒绝。辩论开打前夕，一项最新的全美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以48%对47%的支持率微幅领先于哈里斯。尽管这一数字仍在3个百分点误差范围内，但有分析认为，民主党换人红利期一过，哈里斯鲜少清晰阐述政策的短板就凸显了出来。而特朗普在度过了艰难的1个月后，其频繁演说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反而给他带来稳定性优势，并且支持他的核心选民群体并未受到影响，支持率仍然非常坚挺。美国舆论则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辩论中，双方都能摆出自己的政策，减少无意义的政治争论。有来自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独立选民称，从过去几次大选辩论来看，电视辩论只是一个平台，只看谁喊得最响，谁的妙语就能成为头条新闻，但选民没有听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观察认为，这场辩论不会像特朗普与拜登之前交锋那么戏剧性，但在双方支持率焦灼的情况下，可能对选举胜负起到关键影响。8号，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这是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宣称击落的第8架美军该型号无人机。同时，胡塞武装还对美英两国相关商船进行袭击。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将给中东乃至全球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报道。8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声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再次击落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但并未透露细节。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方面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摧毁了3架无人机和2套导弹系统。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已多次击落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MQ-9 绰号死神，是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一种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被认为是美国最强大的多功能无人机，并且拥有大量传感器、多模通信套件以及部分精确武器，从而可对具有高价值、时效性的目标实施打击以及开展协调侦察。外界注意到，距离胡塞武装上一次宣称击落美军 MQ-9 无人机仅过去1个月。据悉，胡塞武装当时使用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研制的卡伯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改进型，击落了这架无人机。也门曾于上世纪获得大批卡伯导弹，胡塞武装将其改造成 Fatr-1型导弹。今年5月底，胡塞武装同样使用这款导弹击落了另一架死神无人机。Fatr-1防空导弹的飞行速度高达2.2马赫，即每小时超过2600公里。相比之下， MQ-9 无人机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300公里左右，且缺乏独立自卫能力。如果胡塞武装的雷达能够提前发现目标，击落 MQ-9 无人机从技术上来说不算困难。死神持续被击落，也引发对这种价格高昂的无人机生存能力的质疑。首先，我们要知道 MQ-9 是美国的军方的所有航空装备里面事故率最高的型号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在2018年之后，它获得了一些更新的防空反导能力，其实还是有很丰富的这种相关的跟 MQ-9 这样的战机去博弈的这种经验，对 MQ-9 的威胁还是比较大。因为 MQ-9 的飞行高度最高大概5万英尺，15240米，但实际很多时候这个 MQ-9 在也门等地的飞行高度没有这么高，所以理论上讲，一些这种陆基的这种地空导弹，包括改装的空导弹，都是有可能将它击落的。据报道，胡塞武装总兵力约10万人，建立了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正规军事力量，装备有坦克、步战车等重型武器装备，拥有多种射程的导弹和多型号的无人机。2014年至2015年，胡塞武装缴获了也门政府军大量苏联时期地空导弹和相关雷达，其中就包括苏联的萨姆 S 地对空导弹及其配套雷达等。此外，胡塞武装还将多款俄制热巡空导弹改装为地对空导弹，目的是打击所有类型的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系统。除此之外，胡塞武装早在几年前就宣布开发出了先进的闪电防御导弹，这款导弹包括闪电1和闪电2两种版本，其中闪电2射程可达100公里，拥有重达200公斤的破片弹头，因此它不需要直接击中空中目标，而只需通过爆炸产生的破片便可将该目标击落。据了解，胡塞武装现在还拥有虚拟雷达接收器，一个可以接收 ADS-B 信号的雷达系统，可控制飞机空中交通并对其进行解靶。这种系统以被动方式运行，无需发射信号或者与飞机进行直接通信，这就使其防空行动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并使胡塞武装能够监视直径5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为了去对抗
也门胡塞武装所掌握的这种防空、反导包括反舰的能力，那么美国方面就必须要部署更多的美国所谓的这个高价值的战略资产。这个其中可能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说像这个航母战斗群，从美国的成本角度来讲，它的成本是在飙升的。当然，美国在红海方向上确实面临它所部署的这个相关的资产跟它的目标之间可能很难最后匹配。自去年11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导致外溢效应以来，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水域加大了对美英以及以色列商船的打击，甚至多次声称成功对美军舰艇展开打击，包括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红海局势也持续紧张。胡塞武装上周还在红海袭击了2艘油轮，悬挂沙特国旗的阿姆贾德号和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蓝色西湖1号。消息人士称，袭击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有分析认为，蓝色西湖1号之所以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其公司旗下的其他船只最近在以色列港口停靠。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此前强调，将继续对以色列相关联船只进行袭击，直到以色列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红海危机本质上还是本轮巴以冲突所带来一个外溢，所以短期之内，我们说红海危机，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解决的可能性。那么它对于周边航运、对于周边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就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我觉得不是某一个国家，不光是整个地区，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一些面临的这种很大的一个困境。